欢迎来到枫林漫谈，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在今天这期节目里，我们好好聊聊毛泽东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鲜为人知的文革故事。李敏的妈妈是贺子珍，生于1936年陕北宝安县，即现在的志丹县。李敏的丈夫孔令华是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孔从周的儿子，生于1935年，长李敏1岁。中共建政之初，他俩相识于北京军队干部子弟就读的八一中学，那时孔令华比李敏高2级。孔令华是学校共青团的干部，而李敏是唱歌跳舞的文艺骨干分子。1956年，孔令华考进北京航空学院之后，两人开始正式恋爱。1958年秋，李敏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元帅的官，会议一结束就匆匆赶回北京。于8月28日给李敏和孔令华举行了婚礼，邓颖超、蔡畅、王继范等应邀出席他们的婚礼。大公主造聂荣臻和张爱萍的反。李敏196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委8局做参谋工作。当时国防科委主任是聂荣臻元帅，副主任是张爱萍上将，主持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文革风暴袭到国防科委时，李敏毫不迟疑地投身由自己的父亲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热潮中，陷入造反狂澜的派性斗争漩涡里。他能从中南海家里得到毛泽东想整谁、想保谁的内部消息，因此李敏在国防科委的一言一行变成了他们单位造反派的方向标和指路牌。造反派头头们努力跟着他，围绕他，吹他，捧他，抬举他，拥护着或挟持着，利用他去炮轰那个，打倒这个，砸烂那个，保护这个。他成为国防科委8局政治部副主任。自认为心中有红太阳光辉照耀的李敏，红色公主当仁不让，身先士卒地冲杀在革命群众前头。洪司令号令炮打司令部，李敏就去拉火栓，开大炮，打倒国防科委的一切走资派。他父亲毛泽东号召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敏就绝不对那些以前叫伯伯叔叔阿姨们文质彬彬请客吃饭。以他爸爸为首的司令部发动批判资本主义反革命路线，李敏当然不能温良恭俭让。那时的李敏确确实实、热热闹闹、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在国防科委割了一场命。李敏率领一些造反人员在国防科委贴出第一张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随后他成立了群众组织卫东革命造反派。一直拍毛泽东马屁的周恩来对李敏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和赞扬。毛泽东说，李敏对聂荣臻的炮轰是客气的。随后，聂荣臻元帅被撤去国防科委主任的职务，被下放到化工3厂劳动改造。张爱萍上将受到批判，关押5年，被打断了一条腿，十分凄惨。可以想象，聂荣臻和张爱萍对国防科委内部李敏和孔令华这类文革造反派分子是非常厌恶的。1975年，在叶剑英支持下，聂荣臻的老部下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第1书记。正在青岛养病的李敏让在北京的孔令华向中央诬告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私下同王洪文商量准备造核弹头。与之同时，国防科委情报所的造反分子刘义敏也揭发张爱萍派他秘密搜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于是，毛泽东第2次撤销了张爱萍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江青为首的4人帮被逮捕入狱，李敏和孔令华一下子失去靠山。紧接着，聂荣臻和张爱萍官复原职，岂能放过在文革中造反、打击和诬陷老干部的李敏和孔令华呢？聂荣臻说，李敏是毛泽东女儿，只要她是反革命，照抓不误。叶剑英在国防科委
契机部向中央汇报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后，表态称，国防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小帮派，必须对之审查和清算。曾与李敏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造反战友们纷纷作鸟兽散。在清理打砸抢的3种人时，痛快地供认他们的后台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正如李敏在回忆录写道，在那个年代，在别的单位揭批查的目标是王、张、江、姚的4人帮，而他所在的国防科委批判的对象却是王、张、江、姚、李。李就是李敏。但是毕竟毛泽东的像还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单位领导看在已故领袖毛泽东的份上，让李敏享受不出席批判会、不去看大字报、不去上班的优惠待遇，主其待在家里面必自省、写检查。可是从小娇生惯养的李敏公主醒出了犟脾气来，眼见当年的造反派战友一个个被揪、查、批、斗，堂弟毛远新以反革命集团要犯被判17年徒刑，后妈江青作为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判处无期徒刑。每一滴血液都属于和忠于伟大领袖兼爸爸的自己，竟成了揭批查的目标和对象。有人居然怀疑和否定绝对伟大、光荣、正确的爸爸兼党中央主席。李敏由生气到发火，说：“我听爸爸的，就是什么错误也没有。”有关领导找他谈话，说只要做自我批评后就可另行分配工作。李敏还是那句话：“我听我爸爸的，有什么错？”拒绝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李敏，工作被停了，中共党组织生活也被停止了。1977年，孔令华把李敏在国防科委受隔离审查的处境告诉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罗瑞卿显得很气愤，说：“怎么能这样对待领袖毛主席的孩子呢？等我从德国治病回来，我亲自处理。”因为罗瑞卿文革前就与叶剑英、聂荣臻和张爱萍有较深的矛盾。1965年底，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联手打倒了罗瑞卿。之后，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张爱萍等军队高级将领们没少揭批罗瑞卿。可是罗瑞卿之后死在德国海森堡大学医院的手术台上，没能活着回国亲自解救李敏。2. 驸马爷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结婚时，孔令华和李敏还都是在校大学生。婚后，2个人住在中南海毛泽东宽旷而又舒服的家里。即使1962年孔令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助教之后，依然如此。学过数理化的孔令华对相对论、自然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都非常感兴趣，他经常在家里与毛泽东讨论相关的哲学问题。1963年，孔令华把刚刚复刊的一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转送毛泽东，其中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一文，毛泽东对此文感了兴趣。毛泽东有个一分为二的所谓唯物辩证理论，说世界所有物质都可一分为二，而且可以无限分下去。毛泽东他的这个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不符合的统统是唯心主义的垃圾。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概念符合毛泽东这一套，因此受到推崇，访华时受到毛泽东的特别接见。1968年的一天，毛泽东跟女婿孔令华说，要揭露和批判渗进到科学研究和科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于是1968年3月，33岁的孔令华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于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该学习班的主要内容，所以又简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孔令华既是学习班的组织者，又是全中国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的领导人。由于孔令华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一批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何作修等
迫于政治压力，也奉命参加学习班。据相关材料记载，大科学家钱学森在学习班的发言以当年流行的套话开头。钱学森说，他读了孔令华组织撰写的《相对论批判》的讨论稿和修改稿，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启发和教育。他是怀着满腔热忱来参加这次会议的。钱学森着重说，孔令华同志组织的《相对论批判》一文是青年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个意义是重大的。为此，钱学森向孔令华等有关的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钱学森虽然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过教授，但是在文革浪潮中还是如鱼得水的。钱学森在其发言中还谈及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他说，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在检验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毛泽东思想。最后，钱学森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们在孔令华同志领导下，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下面我们摘录当时的几段文字，看看孔令华等人是如何批判爱因斯坦的。1970年4月21日，毛泽东的女婿及李敏的丈夫孔令华在其组织的相对论批判学习班上做报告，说科学中心过去从东方转移到西方，现在又要回到东方。我们要把苏修和西方远远抛到后面。要搞好这场科学大革命，就必须开展大批判，要从批判相对论开始，对相对论的批判就是突破口。通过大批判，把科学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下解放出来。孔令华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科学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孔令华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对爱因斯坦论文一知半解的孔令华，在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上宣布，这场相对论批判将要导致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到来。1970年6月15日，孔令华领导的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创办的期刊《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出版，刊登了上海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撰写的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文，其中称，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爱因斯坦，他一生3亿国籍，4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文革中，有人在下面嘀咕说，孔令华的老爸孔从周才是3亿主子呢。1924年，农村青年孔从周投奔陕西靖国军，主子是杨虎城。1936年起，孔从周任杨虎城麾下第2旅旅长兼西安的城西安防司令，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武装绑架和扣押了中华民国元首蒋介石委员长。1938年，孔从周任国军38军中将副军长，主子是蒋介石。1946年初夏，孔从周背叛蒋介石，率部反水，之后成为中共第2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参加了渡江战役，给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致命一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孔令华组织的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上还有一篇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
题目为“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凭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光速不变原理，这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之一。批判者声称，光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点的深刻反应。因为恒定的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些批评者认为，光速不变原理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他们将相对论的罪行归纳如下：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且也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了增强说服力，这些批判者还引用了大量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光速不变原理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此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科学大革命。孔令华组织的相对论问题讨论第1期上另有一篇题目为相对论批判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中国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开第一枪，就无法做出客观判断。此文一出，一些反对批判相对论的科学家也不敢作声了，因为谁出声，谁就是卖国贼。1970年10月，孔令华领导的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了《相对论问题讨论》第2期，刊登了复旦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撰写的评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的檄文，称许多在社会主义科学领域中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批得臭不可闻的垃圾，在这个角落里居然还被一些人奉为至宝，在自然科学理论的包装下继续迷惑群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便是这样一个典型。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毛泽东思想当然的包括了自然科学的一切正确结论。哪一种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一定是伪科学，一定要被无产阶级踏倒在地。在毛泽东通过其女婿孔令华发动那场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例如，许良英教授呕心沥血花几年时间翻译出来爱因斯坦文集，其中包括爱因斯坦的197篇文章。文革中，许良英的翻译稿被全部从家里抄走，送到孔令华领导的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办公室，供他们批判爱因斯坦用。1995年，美国纽约科学院及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授予许良英汉恩茨尔佩格尔斯汉斯尔 Pagels 科学家人权奖，以表彰他为争取科学和自由做出的贡献。再例如，李政道的恩师树星北教授留学德国时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文革中扫了10年厕所。还有四川师范学院的罗中树教授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回国后任四川省华西协和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及哲学系主任，曾于1947年代表中华民国参加墨西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会，之后访问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拜访爱因斯坦并合影留念。就因为与爱因斯坦的一张合照，罗中树教授文革中遭受迫害。他与爱因斯坦的合影被作为反革命罪行材料，拿到四川师范学院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展览。组织和发动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时，孔令华虽然还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助教，但因他是毛泽东的女婿，他的行动得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陈伯达曾任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1981年，陈伯达之子陈小农问他父亲有关文革中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事情，陈伯达回答说，那时候毛主席给我写了张条子，说与孔令华讨论过，请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批判相对论。因为对物理学我是外行，我自己是不会提出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问题来的。
因为有毛主席的指示，我就向一些科学家请教，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没有表示意见。周培源说，有的地方可以批，有的地方不好说。陈伯达利用其在中国科学院的人脉关系，支持对孔令华组织和领导的相对论的批判，是一条取悦于毛泽东的捷径。如有斩获，陈伯达当可独享其功，并重建他的权力基础，以便与来自上海的文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抗衡。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和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和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刘锡尧也说过，批判爱因斯坦的确是毛泽东的指示，只是没有写进任何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文革结束后，刘锡尧曾任教育部部长。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著名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在国防科委内部贴了一张批刘锡尧的大字报，里面写道，刘锡尧说过，批判相对论是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他又不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毛主席没有这样的指示，刘锡尧就是捏造毛主席指示，否则他就是扣押毛主席的指示。众所周知，毛泽东只读过培养小学教师的湖南师范，相当于后来的中专学校，而且他学生时代严重偏科，数理化成绩都不及格，可以称之为理科盲。为什么对数理化知识基本一窍不通的毛泽东要通过其女婿孔令华发动一场批判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的运动？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专于爱因斯坦的著作翻译与研究工作的许良英教授说，中共建政后，党内盛行个人崇拜之风，毛泽东被捧为无所不知的全球第一天才，他的思想甚至认为可以指导现代物理学，而且毛泽东还要成为全世界的革命领袖。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想批判世界上所有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有悖于他自己思想的科学家，批倒了他们，毛泽东思想就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但是选择相对论作为批判的目标，原因是多重的。首先，相对论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理论之一，对于想出风头的人来说，批倒了相对论就等于成为全球第一天才。其次，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新的所谓无产阶级科学的目的，批判者们不得不推翻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理论，而相对论似乎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典型代表。第三，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马赫的思想对他有过重要的影响。由于马赫曾在1908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受到列宁的猛烈抨击，列宁批过马赫，毛泽东接着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也就有了继承和发展。3. 落毛凤凰不如鸡。从1977年到1996年的9年多时间，李敏一直没有工作。文革结束前后的巨大反差让李敏精神失常了。他足不出户，连对门的住户也基本未见过他的容貌。李敏依旧天天穿着老式军装，说话保留着当年文革时的词汇和语言。正屋里保留着毛泽东去世时布置的灵堂，从思想到生活都在为爸爸守灵，把自己扮成三忠于四无限最后的典范，继承爸爸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之类标语仍挂在灵堂。改革开放之风吹不进，触不动李敏的心扉，他始终像水晶棺材里的他那伟大的父亲一样保持着沉默。后来李敏被送进安定医院，接受了1年半的精神病的治疗，身体状况才有所恢复。再说那位驸马爷孔令华，文革中除了组织和领导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外，在北京航空学院也扯旗造反，当上学校文革筹委会主任。后来北京5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韩爱京多次邀请孔令华参加北航革委会领导班子，请他出任北京航空学院革委会主任。北京航空学院的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孔令华是有重大贡献的。文革期间，孔令华也调去国防科委，与李敏并肩战斗。但是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被孔令华和李敏告过黑状，而在文革中遭迫害的张爱萍、
担任国防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李敏造反打倒的聂荣臻元帅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孔令华和李敏一样，在国防科委臭了，待不下去了。通过关系，孔令华先调到保定的38军，后又以解决夫妻分居两地为名，调到北京卫戍区任职。但是换了人间，早就不是毛泽东和江青在台上的时候了。北京卫戍区也属于聂荣臻和张爱萍领导啊，他们依据孔令华的文革表现，剥夺了他的工作，但又不让他转业。孔令华之父孔从周托人想把儿子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但被学院拒绝，理由当然是孔令华在文革的恶劣表现。后经习近平父亲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的批示，才让孔令华脱离了北京卫戍区。1990年10月3日，孔令华办了转业手续，离开了军队。为了改善生活，孔令华决定下海，去了深圳，办起瑞达科技实业公司，名为科技公司，实际上主要搞房地产开发。没有经商经验的孔令华受过骗，遇过险，甚至还差点丢了性命。有一次，在深圳的孔令华从一个电影院门口路过，突然被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抢走了自己的皮包。这位红色驸马爷孔令华啥时候受过这等欺负，立刻对小偷穷追不舍。没成想对方的手中有刀，彼时又是大晚上的，就连孔令华都有一些难以置信，他竟然追上了小偷，将其扭送到派出所。又一次，孔令华出差到海南岛去谈生意，被海口市政府安排进一家宾馆。晚上，孔令华刚睡下，就有一个人，或许是国安人员，不知道采用了什么方法，偷偷进了他的屋子，还拿走了他的全部东西，包括身份证、护照和钱包。幸好孔令华一直闭着眼睛装睡着，否则谁都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进房间的人会不会狗急跳墙，直接将他一刀了结。另外，一个深受孔令华的信任，管着公司印章的人，把孔令华公司上百万巨款卷走后去了国外。还有孔令华公司里房地产项目的负责人，收受合作方给1层楼和几百万巨款的贿赂，策应合作者共同对付孔令华的。这些事情记载于孔令华妹妹孔淑静的《为时》、我的哥哥孔令华和《岁月记忆》、一位将军女儿的酸甜苦辣等书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孔令华在深圳有一天，因为交不起5块钱电话费，还自称是毛主席的女婿，被报亭老板打了一个耳光。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天孔令华在一个报亭打了4个电话，都是跟人要债的，但是自己出门忘了带钱包，无法交报亭5块钱电话费，只能再打一个电话给朋友项卷，让他送钱来。项卷在保安，赶来至少得1个小时。孔令华只好坐下来，随手翻翻报亭上报纸杂志。5块钱电话费都出不起的人，还装模作样翻报纸杂志。报亭老板很生气，就免不了嘟嘟囔囔说些难听的话。孔令华听不下去了，就说：老板，你知道毛主席吗？老板没好气地回答：吃线才不知道毛主席呢。在广东话里，吃线就是傻子的意思。孔令华说：我以毛主席的名义保证，绝不欠你1分钱。报亭老板说：吃线才相信毛主席的保证呢。孔令华说：我是毛主席的女婿。报亭老板是个下岗工人，平日里是个毛粉，立刻瞪大了眼睛，怒吼道：看你这么大年纪，你说句软话，我不收你5块钱也没关系，可你不能把我当吃线一样欺骗呀！毛主席的女婿会付不起5块钱电话费吗？毛主席是我心中最敬爱的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这样侮辱毛主席。老板说着说着，跳出书报亭，愤怒地扇了孔令华一耳光。正好一辆警车开过来，警察见这边似乎有情况，停下车，探出头来问：怎么回事？报亭老板指着孔令华说：警察，他是个骗子，他欠我5块钱不给，还招摇撞骗，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女婿。
敢说自己是毛主席女婿的骗子也太大胆了，警察就把孔令华带走了。总之，孔令华经商没有太成功，只能另辟蹊径。为了能从全国各地毛粉们那里得到捐款，孔令华自称将把公司全部所得的钱用来出版毛泽东著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计划想在广州设立毛主席纪念馆。1999年，孔令华在广州参加完纪念毛泽东的活动，返程时在广深高速公路翻车受伤，肋骨断了9根，送入深圳红会医院抢救。但是手术时出现了严重事故，在手术台上麻醉时突然停止了呼吸。红会医院只说了一个粗心大意，接受教训，就把这一医疗事故的责任交代过去了。据说当时因为没有给麻醉师或主治医师送红包，而且医院也不知昏迷中的人是毛泽东的女婿，是红色驸马爷，麻醉师或主治医生就如对待普通患者，没有尽心尽意去做事，造成了这样重大医疗事故。孔令华死后，医院得知原来死者是毛泽东的女婿，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当时的深圳市卫生局长马上赶到现场，生怕毛家来人找麻烦。后来因为家属没有说任何话，就当一般的医疗事故处理了。4. 陈伯达公子失恋丢命。还需要说明的是，李敏原先的男朋友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儿子陈晓达。陈伯达从延安时期起，一共做过毛泽东31年秘书。陈晓达比李敏大2岁，他们在苏联期间认识相知。在苏联期间，二人他相遇故知，很谈得来，感情一直很好。陈晓达将李敏视为一生之中唯一的伴侣，两人甚至早有约定，今后不管去哪里都要想办法在一起。只是李敏1947年底就从苏联回国，而陈晓达直到1958年在苏联大学毕业后才回中国。回国后，李敏拒绝了陈晓达，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和孔令华难舍难分了。遭受情感打击的陈晓达想去和父亲陈伯达谈这件事，但陈伯达以为陈晓达又是来找他说母亲和自己离异的事情，态度显得十分不耐烦，还没等陈晓达说完话，就将他打发走了。1960年，陈晓达已经再也没有生活下去的希望，他来到北京西南角的一条铁路卧轨自杀了。待陈伯达知道陈晓达的消息时，年过半百的陈伯达忍不住嚎啕大哭。时间又过了10年，即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不顾旧情，打倒了陈伯达，把他关进秦城监狱，直到1988年10月17日才刑满释放。5. 母子名字有玄机。毛泽东曾经向2个女儿解释，为何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李敏和李娜。孔圣人在《论语》的礼仁篇里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他对与江青的女儿解释说，纳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毛泽东脸朝与贺子珍的女儿说，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慧、勤力。《论语·公冶长》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还可做灵敏迅速、聪明通达、聪明多智等解释。杜甫《不见诗》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2个女孩几乎异口同声地问毛泽东，为什么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而我们2个女孩为什么不姓毛？毛泽东说，爸爸姓毛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泽东、毛润之、子任、李德胜等10多个名字，但是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毛泽东接着解释李德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那是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调集20万军队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企图达到消灭中共中央和西北红军的目的。党中央考虑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决定主动放弃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伺机歼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当时提议暂时放弃延安，是意味着将来解放延安，
南京、北平、上海，继而解放全中国。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那时我化名李德胜，指挥作战。李德胜就是黎德胜的谐音。后来这个预言实现了，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我军在运动中不断寻机，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胡宗南却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退出延安。于是两个姑娘就高高兴兴地姓李了，分别为李敏和李娜。1962年，孔令华和李敏有了他们第一个儿子，69岁的毛泽东喜不自胜，为他的外孙取名为孔季宁，意思就是要继承列宁遗志。从大中华悠悠几千年文化中，毛泽东已经找不到词汇，一心只想着要继承列宁遗志，搞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同1929年中苏因中东路事件在东北爆发战争中，中共搞武装保卫苏联如出一辙，荒唐可笑。6. 总结。现在我把这期节目的内容总结概括一下。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她的丈夫孔令华则是国民党投降将领孔从周的儿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李敏与孔令华分别成为国防科委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领导人。当时国防科委主任是聂荣臻元帅，副主任为张爱萍上将。李敏率先在国防科委张贴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并向党中央诬告聂荣臻和张爱萍，最终导致聂荣臻被撤职，并下放至化工3厂进行劳动改造。张爱萍则被监禁5年，期间腿部严重受伤，境遇十分凄惨。孔令华虽有大学学历，但在文革期间受毛泽东反科学思想的影响，发起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制造了一场荒唐的闹剧。毛泽东去世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聂荣臻、张爱萍和叶剑英等老干部陆续官复原职，而李敏与孔令华的处境则急转直下。他们长期没有被安排工作，身心备受煎熬。李敏最终因抑郁病倒。聂荣臻元帅曾公开表示，即便是毛主席的女儿，如果她是反革命分子，也照抓不误。李敏和孔令华的坎坷经历再次证明，出来混终究要还的。感谢您观看本期《风林漫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支持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